Hello， 我是苹果爹，今天要分享一下我对无线充电器的测试。我们知道 Apple 新的 iOS 13.3 的更新里面，现在就提供了对第三方无线快速充电的资源。当然，我们这边所指的快速充电就还是只有 7.5 瓦，所以我会来测试这边3款不一样的无线充电器，来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开始前请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帮忙分享我的影片咯。还有也记得去苹果爹的 FB 粉丝页按赞，再有任何的抽奖活动都会在上面发布哦。第一款当然就是拿来做对照组的，苹果官方有在贩售的 Mophie 无线充电盘，这一款有支援官方的 7.5 瓦快充。第二款就是去商家购买并确定是原版正品的贝斯无线充电器，这一款也是专门为苹果设计的，它连里面的充电线跟接头都是给苹果专用。这款可以支援5瓦还有10瓦，还有个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它充电盘上面有一个 LED 瓦数的显示器。这边的第3款就是小米的10瓦快充，这款相对20瓦的那一款来说，网络上的评价是这款可以支援苹果 7.5 瓦的快充，当然这也是在先前 iOS 3.1 之后就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也是买来测试是否经过这一次的更新之后就可以恢复快充。那在充电头的部分 Mophie 只能用自己的充电头，那另外一款我会使用这款小米最高支援27瓦，并且有 USB-A 跟 USB-C 的充电头。测试电流方面，这边有一款是测量从充电头出来的瓦数，那另外一个是测试无线充电输出的瓦数还有稳定度。那当然最后还有个温度计，我会在个别充电一段时间之后，分别来测试充电器中心的温度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现在先来分享一下充电测试的结果吧。所以一开始我比较的是装有 iOS 13.3 的 iPhone 11 Pro Max， 还有 iOS 13.2 的 iPhone 10。当然这2款电池容量不一样，不能比较充电的速度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电流量这边来看， iPhone 11 Pro Max 放在贝斯充电器上是可以启动快速充电的，因为在电流瓦数这边来到将近10瓦左右，但是在 iPhone 10这边却一直停在 5.5 到 6.4 瓦之间。为了确定这是否是 iOS 版本所造成的影响，我比较了 iPhone 10更新前跟更新后的充电速度。因为电池容量相对的小，所以在做充电测试的时候时间也不用太长。上方的表可以看到 iPhone 10装 iOS 13.2 在各个充电器下充电的表现，只有 Mophie 的在10分钟内从 48% 到了 57%， 其他2款都只有充电到 53%。 但是在温度的方面Mophie 也是相对高了很多。再来我们看看下方的表格，这是 iPhone 10更新到 iOS 13.3 后的表现， Mophie 这次只有来到 56%， 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一般的误差值吧，其他2款都到达了一样的水准，而且在温度上也稍微低了一点。再来测试充电头出来的瓦数，可以看到现在 iPhone 10也一样可以达到9到10瓦左右，证明了先前真的是被 iOS 版本所限制。再来我又使用了 iPhone 11 Pro Max 来测试，很奇怪的是小米在这次测试中的表现比较不好，所以我装上电流测试器后反复测试了几次，发现它位置在5伏跟9伏之间跳来跳去，在安培数的部分也是非常的不稳定，仿佛是在侦测到底可以用哪一个充电。那如果侦测得到的话，就会使用9伏快充继续充电，那如果一直反复跳动的话，它最后就会停止充电。这样看来小米充电器用在苹果上还是有点不稳定，但这也不能怪小米，毕竟它本来就不是为苹果做的。再来用这款无线充电器的监测器，可以分别检测是否有通过5、7.5 还有10瓦的无线充电标准。测试的结果是 Mophie 这一块测试5次全部都通过，那贝斯这一款是只能通过5瓦的，那其他的全部都不能通过。那小米的则也是全部通过，所以这边可以显示代表它不是品质不好，可能就是跟苹果的就是没有完全相容吧。但是要提到一点，小米这一款27瓦充电头跟其他牌的无线充电器相容度很高，当我用这颗充电头接上贝斯的无线充电器，会马上跳出9伏，不论是接 USB-A 或是 USB-C， 但要注意的是一次只能用一个接头，如果另外一个也有接上，就算没有充电其他装置也一样会跳回5伏。反观苹果自己的18瓦 USB-C 或是其他牌子的18瓦接头，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停在5伏，我也不懂是为什么。但是如果要接无线充电器的话，小米这一款充电头我是还蛮建议拿来搭配的。所以今天的第一个结论就是 iOS 13.3 真的是解锁了让第三方无线充电又能来到 7.5 瓦。
但是第三方的无线充电器本身跟 iPhone 的相容度也会影响到它充电的品质。那第二个结论就是，苹果官方认证的无线充电虽然真的是贵了点，但是品质上还真的是最稳定的一款，尤其是你要拿来充 iPhone 的话。但是温度的部分还是有点偏高，这样对长期充电的速率还有电池的寿命多少都会有点影响。所以我可能要再来找找有没有品质能接近原厂，然后又跟 iPhone 相容，而且散热性又很好的选择，可能要找有主动风扇散热的款式。第三个结论就是，当 7.5 瓦无线快充启动的时候，比对测试之后，在充电头的部分如果输出到9瓦多左右，而到无线充电端就是剩下约 6.1 到 6.5 瓦之间，所以一般的了解就是无线会折损大约1/3左右的充电量，那这边也是看得出来的。所以虽然是号称 7.5 瓦，但是实际上到手机是剩下6瓦多，当然还是比5瓦的会快了将近1倍，可是和现在有线的可以支援到的18瓦差距还是很远。无线充电目前就是为了方便，或是睡觉时和上班时可以放着让它慢慢充，但是也要注意温度的问题，长期过热对电池的寿命是非常不好的。我希望将来可以再做多一点关于无线充电的测试，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是有什么厂商有你们的产品想提供测试的话，也可以联络我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我的影片。那我是苹果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。